帅哥，你卖吗？现在小姑娘搭讪都这么猛了吗？大清早问男人卖不卖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不是，我是说你手里的可乐卖吗？那边有人低血糖，快晕倒了。便利店最后2瓶全糖可乐都被你买走了。不卖。我可以加钱，2倍、3倍都行。人都快站不稳了，我真的急用。你不是赶着去面试？面试迟到还能解释，人真倒下了就不能等了。为了一个陌生人毁掉自己的面试，值得？值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拿去。您先喝一口，慢一点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白一梅，同事面试，有意思。倒霉，救个人还能把面试妆弄成这样。姐姐，您的丝巾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我是来面试的，刚才衣服不小心弄脏了，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我用完马上还给您。送给你了。真的吗？面试迟到已经很麻烦了，别再把时间浪费在一件脏衣服上。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了。你迟到了5分钟。第1轮考核是电时30分钟的小组命题珠宝设计，自由组队已经结束了。非常抱歉，我来的路上遇到有人低血糖晕倒，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我手绘很快，也懂旧式改造和基础镶嵌结构，请问还能让我加入吗？抱歉啊，我们组分工已经定好了，现在家人要重新沟通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这种高难度珠宝设计考核，连时间都守不住的人，我们可不敢冒险。你去问问别人吧。没人愿意要你，你要么现在弃权，要么自己一个人算一组。一个人一组，珠宝设计又不是随便画个圈，结构、主石、废石、镶爪、佩戴稳定性都要考虑，这不是直接淘汰吗？我自己也可以做到。时间不等人，现在开始。请问这是谁的设计稿？是我的。好了，现在宣布晋级的小组 A 组和 B 组成功晋级，其余人员全部淘汰。都怪今早遇见的那个可乐男。白一梅，你等等。家事规则是，拿着你们的样品10万，在公司内部进行推销，强制统一定价999元，少1分直接淘汰。这种合金底透加玻璃钻，批发市场几10块一件，怎么可能卖到999？做不到的就退出考核。现在开始计时。你好，这是我们融入了最新极简主义理念的胸针作品，只要999元，麻烦支持一下新人珠宝设计师吧。拿这种玻璃钻来诈贱，当我是做慈善的吗？让开！哇，这枚胸针的造型也太特别了吧！是哪个独立珠宝设计师的限量款吗？这是我的原创设计，仅此一件，太巧了！我今晚正好要去看先锋艺术展，这枚胸针简直太合适了。小姐姐，这胸针卖吗？多少钱？999元。多少？999？这种合金加玻璃钻，连99都不值，你是在抢钱吗？材料确实不贵，我绝不否认。但你今晚要去先锋艺术展，对吗？艺术展怎么了？艺术展就能带廉价饰品去吗？先锋艺术的核心就是反叛，是打破阶级固化的审美。你如果带一整套昂贵钻石过去，只能证明你有钱，但你带这枚胸针，别人会觉得你有态度。它不靠材质堆价格，而是靠结构和表达形成记忆点。你看它的线条，不是传统花朵，也不是普通几何，而是像一块被打碎后重新拼起来的光。被打碎后重新拼起来的光，对，它不是廉价，
是反消费主义。你不需要用昂贵宝石证明身价，哪怕是一块边角料，只要戴得对，也能变成前卫艺术。你别说，好像还真有点东西。你今晚带着它进场，别人第一点不会问他多少钱，只会问你这是哪个独立珠宝设计师的作品。绝了！就凭你这番反消费主义的言论，我现在就付钱。收款999元，收款999元。今天要是带着它在艺术展上没被要微信，我明天可要来找你算账。放心，你的联系方式绝对会被家暴的。祝你今晚艳压全场。虽然你通过了加窃环节，但是你的学历是专科，这不符合公司的学历标准。很遗憾，你不能被录用。更何况，一个连面试都敢迟到的人。林总监，我虽然不是本科学历，但我认为珠宝设计师最重要的是设计能力和对佩戴者的理解。而且我迟到是因为我在路上遇到有人低血糖晕倒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倒在路边不管。职场只看结果，不看理由。作品不等于录用资格。同是珠宝有同是珠宝的标准。都怪那个可乐男，要不是他把最后2瓶可乐都买走，我也不会耽误那么久，衣服也不会弄脏。童总好。是你？是我。完蛋了，他竟然是童总。手机拿错了。对不起，童总，我早上太着急了，所以才一见面就问我卖不卖。我说的是可乐。我知道，他的设计稿我看过了。童总，他虽然通过了加试，但学历确实不符合公司标准，而且今天面试还迟到了5分钟。同事缺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，不是只会准时坐在会议室里的人。从明天起，你来总裁办做我的私人助理。抱歉，童总，我来这里是做设计师的，不是来端茶倒水的。以你的学历，任何一家顶尖珠宝设计公司都不会要你。你的学历和背景是你的致命伤，只有做我的助理。不好意思，我去接个电话。白一梅，你们银行行长怎么打电话说你辞职了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，现在立刻给我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要立马回家。童总，那这个人我们还要吗？胡闹！那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安稳工作，你放着安稳工作不干，跑去瞎折腾什么首饰手艺？亲戚朋友知道了都要议论你。首饰修复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我想让旧物品重新发光。梦想能当饭吃吗？一眼望到头的日子，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你要是敢去瞎折腾，以后就别进这个门。就算您不谅解，我也得走这条路。你好，你的面试通过了，明天直接过来报到就行。我一定会证明我选的路没错。童总，这是您今天的会议安排。你就穿这身见供应商，干净整洁，有什么问题？这里是珠宝集团，第一眼就是专业名片。去倒咖啡，先从眼力见开始。我让你泡咖啡，不是酸水。这是按您的要求，少冰加浓缩。我说的少冰是3块冰，水温、浓缩比例、融化速度全错，重做。童总是秘书杀手，3个名校秘书都栽在这杯咖啡上。就因为一杯咖啡，珠宝行业差1毫米都能毁掉1颗钻。我绝不能第一天就被一杯咖啡打败。3块冰只是表面，他要的是冰化后的浓缩比例。童总，您的咖啡样册我也整理好了，左边天然钻，右边财宝，证书编号按进度排列。我以为你已经去人事部领结算单了。这是最后一杯，不满意我立刻离职。勉强能入口，只是勉强。不然你想让我夸你？为什么把这颗蓝宝单独放出来？净度不是最高，但色带最匀。做主时不够贵，做胸垂中心时，视觉效果能比价格高3倍。下午供应商会议，你旁听。这就是设计部熬了1个月做出来的东西，同时养了一帮废物吗？童总，预算低，宝石品相一般，时间又紧，只能参考旧款优化。所以1个月交一堆旧款拼接。我能做出来。你一个总裁办助理，懂什么高级珠宝？懂不懂？看成品。你凭什么？因为问题不是预算低，是设计没有记忆点。碎钻不够贵，可以靠排列救；旧挂架不够新，可以靠结构救。但审美懒救不了。你说谁审美懒？谁1个月交旧款拼接稿？我说谁？你要多久？5天。3天做不出来，滚蛋。好，3天就3天。单颗碎钻不够亮，那就让它们一起发光。怕是连蜡模都没做完吧？
开始。这是那批没人要的碎钻，不可能，碎钻怎么会这么亮？不是火彩变强，是他改了折光路径。碎钻单看不值钱，但只要角度对，它们就能互相借光。名字星夏，定为下一季度主打款。白一梅，从今天起，设计部核心会议你旁听。真的？但咖啡别忘。瑞丰珠宝跟同事合作10年，下季度钻石和 18K 金托就定他们家。不行，这批钻不能用。你说什么？白助理，高层会议不是你练胆子的地方。这批钻石证书有问题。一个小助理看得懂证书吗？证书我看得懂，假证书我也看得懂。证书照片里的腰马位和实物照片对不上，进度标 VS1，但台面下有明显羽裂纹。金托报告写 18K， 边缘却有低纯度合金氧化点。角度问题而已。用天然钻价格买培育钻，用 18K 价格买劣质合金，这不是角度问题，是造假。够了，童锦成，你现在让一个小助理质疑我10年供应商？他如果说错，我让他走；他如果说对，瑞丰一颗钻都别想进同事。好啊，当场验，验不出问题，你立刻滚出同事。可以，天然钻内含物不会像印未刷点一样均匀，这颗生长纹太规整，是实验室培育钻。培育钻也是钻，问题是你报的是天然钻价格，腰马刻石圆边粗糙，是后补好。你敢毁样品？我是在救同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端茶倒水的小助理也敢教训我？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？童俊成，别忘了我手里有同事15%股份。老刘，年会那天我都安排好了，只要同建科下台，瑞丰那笔回扣照样拿。可白一梅太碍事，她怎么会看出腰马问题？一个小助理而已，同建科交出管理权，她第一个滚蛋。谁在外面？赵董、副总，这次你们跑不掉了。各位董事，我有紧急议题，童总偏袒小助理，强行叫停瑞丰供应，导致新品停摆。我提议启动弹劾程序，童锦成必须交出管理权。瑞丰一停，供应链怎么办？同事不缺黑心供应商。证据在这里。白一墨，你别掺和，这不是你能碰的局。如果我不上去，同事就要被他们卖了。你们现在还能去哪儿找顶级宝石货源？各位恐怕没资格逼他。师哥，我来晚了吗？我代表法国洛兰屋坊和意大利3家高珠工坊，向同事递交下季度独家直供协议。洛兰屋坊那可是顶级宝石渠道。如烟，这次多谢你。师哥，我们2家的交情用不着说谢。不过我倒是没想到，师哥现在连小助理都带进董事会了。货源问题解决了，现在该解决蛀虫。赵董和副总5年内37笔回扣，伪造证书，培育钻冒充天然钻，金托含金量造假。法务部报警。童锦成，你敢！保安，把这2个业界蛀虫拖出去。关键时刻带来顶级资源，和童总真是门当户对。因为柳如烟，他有家世，有资源，有海外工坊，而我只有一双手。今晚赵董倒下，不是因为他带来资源，是因为你拿出了证据。可有些圈子看的不是证据，在我这里，看的是你。柳小姐，柳家海外基金那边又催款了。我知道，董事长说童家的联姻不能再拖，所以白一梅不能再挡我的路。主仓烧了，下季度新品宝石支架、半成品、主饰备料全在里面。37位高定客户样品全毁，违约金至少3个亿。唯一办法，公开认赔道歉。不能认赔。没有样品，让客户看空气吗？没有现货就卖概念，把高定现货预展改成全球限量预售，3天内做8套概念珠宝，加 AR 试戴，加独立编号证书。疯了吧？灾难无法抹掉，那就让客户参与同事的重生。我同意。设计部、工坊部、公关处全由白一蛮调度，谁拖延，立刻滚出同事。1号样品保留烧黑脱架，2号用碎钻铺光，3号做灰烬星河。白助理，3号缺一颗核心蓝钻，撑不住视觉中心。我早说了，边角料做不出高珠气场，用这个。这是您的私人袖扣，这是童家传下来的，拆了就毁了。如果它只能躺在袖口上，那只是装饰；如果能救下同事，就是价值。你不是要做重生吗？那就让它重生。我一定让它在发布会上翻1万倍。今晚同事没有带来完美发布会，而是带来一场从灰烬里重生的珠宝实验。他竟然主动提火灾！3天前大火烧毁同事2个月心血，我们可以认赔，也可以让每一颗碎钻重新拥有价值。灰烬星河，中央蓝钻来自童总私人袖扣，周围碎钻来自火灾残件。它不是遮掩废墟，而是废墟里长出的光。第1套预售编号被拍了，第8套也锁定了。你说让他翻1万倍，现在看来
少说了。这次预售成功，设计部功不可没，奖金申报表我签好了，你再附属明签一下。赖总监，这表写错了。你一个助理能参与已经是我给你脸。方案是我提的，样品是我盯的，发布会是我讲的。您3天连工坊门都没进过。你别忘了，你还不是设计部的人。预售后台、公关方案、工坊调度签字，全有时间戳。想抢我的功劳，做梦！梅梅，你快来医院，你爸突然晕倒了。病人脑出血量太大，位置太深，除非能请到张院士主刀。那您快请啊！张院士在国外，行程排满了。医生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谁是白建成家属？马上准备手术，我亲自接手。别怕，我在。我爸早上还在骂我，说我不该辞掉银行，他还没听我告诉他，我真的做出了爆款。等他醒了，你亲口告诉他。手术成功，人暂时保住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你脑出血，是童总请张院士救了你。这小伙子一表人才，是美美男朋友吧？爸，他不是，他是我们公司童总，我老板。哪有老板守一夜还请专家救命的？童总是体恤下属。叔叔醒了就好，你好好休养。妹妹，之前爸错怪你了，你做珠宝这事儿爸不懂，但你老板是个好人，说明你没走错地方。爸，等您好了，我给您看我做的第一条主打项链。好，爸等着看你做的珠宝发光。只是老板。白助理，童总今晚喝多了，麻烦您扶一下。童总，您看着瘦，怎么这么沉？童总，您喝醉了。白一梅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什么？在病房里撇清关系撇得那么快，我就这么让你拿不出手？您真的喝多了？非要我喝醉，你才敢离我这么近吗？白一梅，我喜欢你，别再躲着我了。童总，跑得倒快。童总，昨晚在您家玄关，我喝多断片了，没说什么胡话吧？没有，您一进门就睡了。是吗？让你装断片，白表白了。又吃泡面，我真的要吐了。私厨手滑做多了，扔了浪费。您家私厨还知道我爱吃糖醋排骨？巧合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我正式追求你。没有男朋友。这是公司。你跟秦宇说你没有男朋友。那童总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您是在提醒我可以追您？不是，是我想追你。童总，您别开玩笑。我像在开玩笑。您是同事总裁，我只是助理，公开之后流言会压死我。我来处理。可我不想别人提起我，第一句话就是董锦城的女人。我想让他们叫我珠宝设计师白一梅。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必须地下恋。我童俊成谈恋爱还见不得光。不同意就算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先上去，我10分钟后再上。我们是在谈恋爱，不是在搞谍报工作。地下恋要有职业素养。有监控，盲区拍不到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我的公司。童总，白助理，你们检查员工电梯。对，空气流通不太好。白助理，你脸很红，缺氧。童总，出大事了！赖文博带5个核心骨干跳槽星耀珠宝。星耀刚发布新品预热视频，和同事原设计图相似度至少90%，网上全在骂同事抄袭。赖文博带走方案，还反咬我们抄袭。取消年度大寿，发布道歉声明。大寿不能取消。不取消，拿什么上？你拿什么证明同事没抄？这是我2年积累的破光系列，结构、工艺、主题都和赖文博完全不同。给我3天。你拿什么担保？用我 CEO 的位置担保。从现在起，白一梅任设计部临时总监，大秀搞砸，我引咎辞职。童俊成，你不该拿 CEO 位置赌我。你敢拿2年心血出来搏，我就敢陪你赌。工坊、采购、公关，全部听你调度。原厂主工匠集体请假，厂长说设备全坏了。同一时间，同一个理由，太巧了。白总监，不是我不帮，镶嵌台、抛光机、激光焊接全坏了。全部。不是坏了，是被买通了。我调南城分坊，你带保镖去原厂转材料。拿同事薪水赚新药黑钱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大秀前，同事1件成品都别想拿到。放心，电闸拔了，设备故障报告也开好了。厂长，这算盘打的，我在市中心都听见了。白总监，
您怎么来了？机器坏了，原来是现金太重，把电闸压断了。你敢录我？你敢买通同事工坊，我为什么不敢录？人赃并获，移交经侦。白总监，我一时糊涂。你拔掉的不是电闸，是同事几十个工匠的饭碗。全部装车，连夜送南城分房。1号项链主线再压低2毫米，破光的核心不是完美，是破碎之后重新长出的光。公关部问大秀主题解释怎么写，不是打破光，是从破碎里看见光。南城离总部40公里，童总这也顺路？绕路顺路。还有36小时24套珠宝，正常来说来不及。不正常呢？不睡觉就来得及。你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只要我一停，同事就会被扣上抄袭帽子，你也会被董事会踢出去。那我陪你挡。这枚做压轴，它裂得最漂亮。同事被星耀反咬抄袭，今晚要是拿不出东西，高珠线就完了。3天做大秀，白一梅，你当自己是神？走到第3个光点时侧肩，让锻炼先入光。这和星耀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3天做出来？白一梅，你赢了。刚才谢幕时听着掌声，我腿都是软的。你在台上像个发光的王者。这次谢谢你拿 CEO 位置陪我疯。我不是陪你疯，是相信你会赢。明天庆功宴，我会宣布你出任设计部总监。真的？还有另一件事。什么？我不想再和你谈地下恋了。我想向所有人介绍你，不是白助理，不是临时总监，而是我童君城认定的人。公开之后留言会更多。你负责发光，剩下的我来挡。好，不多了。白一梅，你以为赢了一场大秀就能进童家的门？伯母，明天庆功宴您该来了。我正式宣布，白一梅出任童氏珠宝设计部总监。除了公事，我还要宣布一件私事，她也是我童进城。等一下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同事是不是要被一个端茶倒水的助理翻天？董事长好，总监可以给你，但童家少奶奶的位置不是什么人都能惦记的。妈，她是我唯一承认的女朋友。童家的婚姻不是儿戏。伯母，师哥只是被大秀胜利冲昏了头。柳如烟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趁媒体都在，我也宣布，童氏将与柳家正式订婚。同柳联姻。白小姐，看清身份，麻雀飞得再高也变不成凤凰。童氏靠实力，不需要拿我的婚姻换利益。你为了他，连我都敢顶撞。伯母，别生气。白小姐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，毕竟不是谁都有机会站在这种场合。柳小姐想说什么？只是提醒你，一场大秀不代表能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。白小姐懂珠宝，应该看得出我这条项链，法国洛兰去年高珠款，300万，全球3条。真正的高珠还是得配真正的名媛。柳小姐，这条项链真花了300万？当然，那您可能被骗了。它不是洛兰原版高珠。白一梅，你少血口喷人！第一，原版主石是老矿切割，火彩沉，你这颗发白刺眼，灯光问题。第二，左侧第3颗副石镶抓偏了半毫米，洛兰不会出现这种低级偏差。好像真的有点歪。第三，扣环内侧焊定钛锌，是国内2次改铸，原版是隐藏锁扣。你一个靠同事上位的人，又是什么资格鉴定我的珠宝？因为我是珠宝设计师，请看主石腰码。腰码和证书编号对不上，柳家千金带假高珠。够了，白一梅，如烟是童家贵客，你这样羞辱她，就是你的教养。妈，是谁先拿假高珠羞辱她的？这是母树大红袍，锦城从小喝惯了这种奸货。茶好不好，入口才知道。茶和人一样，最讲究出身。野茶进了名贵紫砂壶，也只会坏了一壶茶。董事长是在说我。白小姐也聪明，不需要我说太直。我的出身确实普通，但我没有偷，没有抢，也没有靠假高珠撑为面。伶牙俐齿不代表你有资格进童家。1000万，离开锦城，离开童氏。想通了。董事长，您太看清我，也太看清童锦城了。嫌钱不够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您认定我站在童锦城身边只能是攀附。难道不是？没有锦城，你最多是个被学历卡掉的面试者。没有他，我会走得慢一点，但我还是会走。凭什么？凭我能让旧胸针卖999，凭我能用碎钻做星纱，凭我能看出瑞丰假证书，凭我能3天做出破光。这些不是童锦城替我做的，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，一颗一颗镶出来，一场一场扛下来的。这些还不够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继续往上走，直到站上珠宝行业顶端。为了证明你配得上锦城？不是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配得上谁，而是因为我本身就足够优秀。这杯茶我不喝，不是茶不好，是我不想用别人的规矩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原来她是童总女朋友，怪不得升这么快。破光是不是也有童总资源包装？我会让公关部处理。不用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妈，还是因为热搜？因为我不想以后每一件作品都被贴上靠童进城的标签。我不在乎，
可我在乎，我想让所有人看到我的珠宝时，先想到设计师白一梅，而不是童锦成的女朋友。你想离开同事，自己做品牌？对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你不拦我吗？为什么要拦？我看上的女人从来不是金丝笼里的雀鸟，而是该去搏击高空的鹰。放手去做，去证明给所有人看，你终将抵达更广阔的天空。谢谢你。白一梅，离开同事可以，离开我不行。那就看童总表现。白总，以后请多指教。白总，招牌挂好了。戚光，这名字好，破碎之处也能漆下一点光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珠宝工作室。我们真的要报名国际珠宝设计大赛。当然，小工作室不主动抢舞台，没人会把舞台让给我们。这次做星河姐姐，用旧式碎片重组成星河。小李，你妈手术费凑够了吗？还差很多。需要钱就跟我说，别一个人扛。白总，对不起。主打款终于完成了，明天一早提交初赛系统，大家回去休息。白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们的设计稿呢？云端呢？同步被关了，历史记录也没了。报警吧，拿回执申请延期。不行，延期等同退赛。可所有建模都没了，机器会死机，但我脑子里的图纸不会。老张，拉基础比例线。小夏，准备扫描仪。小李，你负责把每张图扫成 PDF。我？对，你最细心。第一张主项链正式结构图。主视角度32度半，复视间距 1.8毫米，左3压低 0.2。白总，24张完成。进了，白总，我们进决赛了。离开同事后，靠几张手绘稿也能混进决赛，今年门槛真低，只要设计够好，画在纸上也能进决赛。可惜啊。你原本那套星河姐姐的3D 图多惊艳，最后只能交手绘纸。我从没对外公布过核心主题叫星河姐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连姐姐2个字都猜得一字不差。柳小姐，你到底是会读心，还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？接下来的决赛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白总，今晚你负责最后检查。我一定检查好。他好像怀疑我了，决赛文件还要换吗？换，他在舞台上出丑，我再给你50万。可是他对我很好。你毁过他初赛稿，证据在我手里，现在后悔晚了。景城，帮我盯住小李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我要知道他背后是谁。交给我。有请本届黑马白一梅展示决赛作品《星河解构》。这就是你准备的作品，结构混乱，比例失衡，简直侮辱珠宝设计。这不是我的作品，我的文件被调包了。师姐，灵感枯竭就承认，别拉团队背锅。白小姐，戚光是否存在虚假包装？按照赛规，你将被取消资格。我申请现场自证。你想干什么？如果做不出被认可的作品，我白一梅从此退出珠宝行业。他已经被淘汰，还让他发疯？好，10分钟。柳小姐，看好了，真正的手艺调包不了。10分钟计时，开始。他在利用裂纹，他把裂纹当新贵主线了。他在借光。不是让单颗钻发光，是让它们互相反射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还能这么稳？作品做完了，现在该算调包的账了。就算你现场做了戒指，也改变不了你提交垃圾文件的事实。如果垃圾文件是你替我交的呢？你血口喷人！导播，
投屏。真是调包！白总，对不起，是他逼我的。我妈手术费缺钱，他拿钱诱惑我，又威胁我。你胡说！报警！国际大赛不容忍恶意调包。我是柳家的人，你们不能动我！这里是赛场，不是柳家客厅。姓白的，这件事没完！我等着。本届国际珠宝设计大赛全球总冠军白一梅星河姐姐。刚才10分钟现场制作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级自证，您最想说什么？真正的手艺不会被阴谋掩埋。离开同事是否证明您已经不需要依附任何资本？戚光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依附谁而存在。童总，你和白总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戚光创始人，是全球冠军，也是我光明正大承认的爱人。白总默认吗？他说的还算准确。白总，出事了！有人说戴了吸光质项链，严重金属过敏，脖子都烂了。我花100多万在吸光定制项链，戴完脖子严重溃烂，医生说是甲钻和劣质镀镍金属导致的。白总，全网都在骂我们是甲钻品牌。不可能，那条项链我亲自做的检测。还有，柳家公关太快了，网上已经在洗说大赛视频是剪辑的，柳如烟只是被小李拖下水，警方还在核验。柳家还没倒，他们一定会最后反扑。调出林太太项链出库记录、检测报告、宝石腰码照片。不对，这条不是我们交付的，哪里不对？扣环方向不对，按标没有，主石腰码也消失了。吸光涉嫌使用甲钻和劣质金属，请配合查封调查。我配合，但要求封存流量，并做最高级别复检。别一个人扛，我已经让法务介入。舆论不会等复检，我必须先找到调包源头。你确定调包？确定。交付时扣环朝左，视频里扣环朝右。交盘款有戚光按标，视频里没有，主石腰码也没了。查哪里？林太太取货当天的大堂和地下车库监控，下午3点到4点半。找到了。景城，帮我查车牌，海 A2921。车主柳如烟，林太太全名林曼珠，是柳如烟母亲。母女联手，演了出苦肉计。查清楚了，柳家海外珠宝投资3个月前爆雷，负债10几亿。所以柳如烟不是单纯想赢我，她是必须毁掉我。只要你倒下，她就能重新回到同家联姻位置。转账呢？刘母购买劣质镀镍金属和仿钻50万，柳如烟给小李2笔50万，还不够。我要他们站到聚光灯下。小夏，发公告，吸光明天下午3点召开发布会，我亲自回应甲钻伤人事件。他终于撑不住了。明天你亲自去，让他当着全网滚出珠宝行业。感谢各位来到戚光发布会，今天我会正面回应甲钻伤人事件。林太太称佩戴戚光项链后严重过敏，您是否承认使用劣质镀镍金属？不承认。是否承认甲钻销售？不承认。白一梅，你害得我脖子溃烂，还敢装无辜！白小姐，今天你必须给我母亲一个交代。柳小姐来的正好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戴了你们戚光项链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您确定视频里那条项链石就是戚光道交原件？当然确定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监控。这是取货当天，请注意项链扣环方向朝左。确实朝左。变了！我中途整理过项链，方向变一下，有什么奇怪？整理项链不会让暗标消失。吸光每件定制珠宝都会在锁扣内侧刻 QG 暗标，交付前照片里有。
视频里的项链没有，视频不清楚，暗标看不见很正常。那看宝石腰马，林太太视频里的主石没有腰马，是仿钻，所以项链被调包了。至少不是西光交付那件。你胡说！我不知道什么妖马，我只知道我戴了你的项链就烂脖子。林太太不知道妖马没关系，但应该知道自己上了谁的车。海 A26921登记在柳如烟名下。林太太上了柳如烟的车。我妈坐我的车有什么问题？问题不在坐车，而是在车里发生了调包。车里没监控，你拿什么证明？车里没有，车外有。不是，那只是我女儿帮我整理首饰。整理首饰需要换一条没有暗标、没有腰马、含镍超标的仿钻项链吗？这是第三方复检报告，期光封存流量 18K 金量合格，无镍超标，主石天然钻，腰马与证书一致。而林太太视频中的项链镍含量严重超标，主石为仿钻，报告可以造假。报告由监管部门、同事、期光三方共同送检。柳小姐如果怀疑，可以举报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作坊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，并承认受您委托制作仿款。柳小姐，还有你的部分。他还参与国际大赛调包。柳如烟、林曼珠涉嫌商业诬陷、伪造证据、恶意调包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，你们不能抓我，我是柳家大小姐。如烟，快让童总帮我们说句话。师哥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柳家也不能失去童氏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柳家快完了，所以你想靠联姻绑住童氏，只要我还在，你就没机会。是，我不甘心！凭什么你一个专科出身、靠救修真起家的女人能抢走我的位置？童锦成不是位置，他是人。童氏永远不会成为柳家的提款机。柳家已经资不抵债，现在全部抵债。白一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珠宝不会说谎，证据也不会。夫人，白小姐这次算是彻底赢了。我看走眼了。董事长，还叫董事长？上次那杯茶你没喝，今天重新喝一杯。还是母树大红袍，以前是我糊涂，茶好不好入口才知道，人值不值得也不是出身说了算。最重要的是你没有靠锦城替你赢。谢谢您。以后童家这道门，你想进就进，不想进也没人逼你，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门了。梅梅，爸以前总说银行是铁饭碗，爸，都过去了。现在爸明白了，真正的铁饭碗不是别人给你的工作，是你自己长出来的本事。我们梅梅真的让旧东西重新发光了。白总，预约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。照这个架势，明年就该开分店了。白总，很多网友说您靠一枚旧胸针、一堆碎钻和一场假钻风波改写了人生，您怎么看？不是珠宝改写了我的人生，是我终于相信破碎的东西也能有价值。期光未来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让每一件旧事重新发光，也让每一个被低估的人重新被看见。童总，您现在还怕白总不公开您吗？怕，毕竟白总事业太忙，我这个男朋友还得排队预约。童总，预约号拿了吗？我能不能走 VIP 通道？看你表现。
白总，这真的是用断裂旧戒妥改的吗？是，它曾经断过，也曾经被丢在抽屉里很多年。那为什么现在这么亮？因为裂痕不是缺陷，换个角度，它也可以是新轨。从被学历拒绝的小助理到国际冠军和西光创始人，白一梅用一场场反击证明，真正的价值不该由出身和标签定义。白总，今晚下班有空吗？童总，你不是要预约？我已经预约了终身号。白总，这枚胸针太旧了，金属也不贵，客户真的会要吗？你觉得它没价值？我怕我做不好。我第一次在同事也拿着一枚没人看得上的旧胸针，然后卖了999，还把自己卖成了老板。记住，珠宝修复不是让旧东西假装新，而是让它原本的故事被重新看见。那这枚胸针还能旧吗？当然能，被低估不代表不发光。童总来了，这回是男朋友身份还是合作方身份？今天是合作方。同事想和七光推出联名系列，主题就叫旧事重生。同事资源大，七光品牌小，合作条件得谈清楚。白总请讲。第一，七光保留独立设计权。第二，所有旧事客户故事未经许可不得商业化。第三，收益按作品贡献分成。可以。答应这么快？和白总合作，当然要拿诚意。童总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。主要是怕合作没谈成，男朋友身份也被取消。白总还认得他吗？当然，这是我卖出的第一枚旧事。那天你说我买的不是金属，是一段重新被讲述的时间，我一直带到现在。原来这就是那枚胸针。童总，当年要不是我买了它，你可能就错过白总了。严格来说，是我先被他问卖不卖。童锦成，我说的是可乐。这是我老伴儿留下的，不值钱，就是舍不得。他不需要值很多钱，他只需要对您重要。这是我妈妈送我的，能修好吗？能。白总为什么要做免费修复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高珠，但每个人都有值得被珍惜的记忆。白总，外界曾经质疑您靠童总上位，现在您怎么看？质疑没有消失，只是被作品盖过去了。所以您从不解释，解释100次不如做成一件作品。童总，听见这话有什么感受？庆幸自己眼光好。有人说白总最终还是和同事合作，算不算回到豪门资源里？合作不等于依附，能平等谈条件才叫合作。他现在和我谈合作，比和我谈恋爱还严厉。童总，请尊重商务场合。本次发布会是七光与同事联名系列发布，主题为光落旧物。他现在比第一次进童家时稳多了。感谢大家参加此次七光发布会。他一直稳，只是以前没人愿意看见。这次系列里没有一件珠宝是全新的，每一枚宝石，每一段金属，都来自被遗忘的旧事。我们不想抹去裂痕，因为裂痕也是来路。这孩子是真的能站住。我早说过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总喜欢修旧东西？因为我曾经也被当成没价值的人，学历不够，出身普通，站在光里都有人说我不配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价值不是别人贴上去的标签，价值是你被摔碎后还能不能重新发光。
吸光以后要做的，就是让每一件旧事重新被珍惜，也让每一个被低估的人看见自己的光。白总，发布会结束后有没有空喝杯可乐？全糖的。最后2瓶，都给你。这次我不问你卖不卖了。那我主动送。